国防部长董军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强调，谁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以武谋独的行径，实际上是螳臂当车，台独武装不足挂齿。这不仅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坚强意志，更体现了人民军队所具备的强大能力。联合利剑2024A 演习落幕后，东部战区在官方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平台发布了一段在本次演习中扮演踹门神器的歼20战机的混剪视频，特别提到歼20可轻易达到超音速巡航等多种特征，将歼20优异的5代机特性展现在世人眼前。东部战区发布的这段名为"跨海杀器"的视频，时长约55秒，当中提到歼20具有多种特征：轻松突破敌防空系统的高隐身性，轻易达到超音速巡航的高机动性，以及快速识别目标、精确打击的高感知性。相关描述也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印度《欧亚时报》称，歼20已经成为解放军空军的中流砥柱，据信拥有比其他解放军空军战机更先进的电子设备，所装备的传感器可以辅助飞行员做出最佳的战斗与战术决策。保加利亚军事网站的报道则提到，歼20的动力系统一直是外界重点关注的话题。最初，它由俄罗斯制造的 AL31F 发动机提供动力，并不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此后，歼20换装国产涡扇15发动机后，外界传闻其可靠性存在问题。而东部战区关于歼20的最新介绍，无疑是澄清了外界的这些质疑。以歼20为代表的第5代战机一般被概括为具有4S 特性，即隐身、超音速巡航、超机动和超级信息优势。其中，超音速巡航是指战斗机在不开启发动机加力的情况下，能持续保持较长时间的超音速飞行。超音速巡航可以让战斗机快速到达作战区域，抢占优势发射阵位，并压缩敌方反应时间。在超音速飞行中发射导弹，可以给导弹更高的初速度，从而增加导弹的射程。第5代战斗机利用隐身突防发起攻击后，还可以借助超音速巡航快速脱离战场，让自身的生存力大大提升。因此，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可以在战场上带来诸多战术优势。歼20问世后，最初曾一度受制于发动机性能因素，导致超音速巡航能力无法完全发挥，4S 特性存在短板。如今东部战区强调其可轻易达到超音速巡航，无疑表明歼20的心脏病已经成为历史。在中国这个歼机发展过程当中，应该说歼20的出现，超速巡航的指标的达到，它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可以说中国在这个发动机的这个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心脏病的这个问题的话，这个关口的话呢，它已经突破了。在东部战区发布的视频最后，落伏在一张名为"踹门神器"的海报，这也是联合利剑2024A 演习首日东部战区发布的6张越海杀器组合海报的第一张，突出展现歼20长空利剑和制胜先锋的关键角色。上海战略学者赵宗九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歼20被赋予踹门神器是由它的空战能力所决定的。歼20可以在敌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先敌发起攻击，形成空中优势。虽然叫踹门神器，但是我觉得它的功能呢，实际是一个清道夫的功能。也就是说的话呢，在整个作战空域，要为我们的轰炸机、预警机、加油机、电子战机，那么这一类飞机的话呢，我们说呢，扫清道路，提供支持，就是要确保我军在作战空域的空中优势的时候，那么他先踹门，其他的战机的话跟上。事实上，岛内舆论也承认，即使歼20在对台军演中出现甚至飞临台岛附近，台湾方面也没有办法发现，因为台军并没有装备可侦测隐身战机的雷达。但与歼20的低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岛内部分人自嗨于台军战机监控了解放军歼16战机和轰6轰炸机。
24号，也就是联合利剑2024A 演习的第2天，台空军公布了2段跟歼歼16和轰6的短暂数秒画面。台媒鼓吹这些画面是由 F-16V 战机携带的 AAQ-33狙击手先进瞄准吊舱拍摄，能让飞行员在远距离精准标定目标，并将高画质影像传回作战指挥中心，甚至可在1.5万米的高空侦测地面目标，让飞行员能精准攻击，大幅提高击杀率。于是，岛内部分偏绿名嘴纷纷大肆炒作，渲染称，如果使用台军新购买的 AIM-9X 超级响尾蛇格斗导弹，几乎可以对这些被锁定的解放军战机实现一击必杀。近期被大陆方面依法实施惩戒的台军退役少将土房哥俞北辰也不放过机会。27号在岛内政论节目上大言不惭，妄称所谓解放军军机对被锁定浑然不知，还叫嚣就差大拇指往下压你就消失了。不过叫得越欢，打脸来得越快。台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当晚在另一档政论节目中表示，台军 F-16V 战机当时只是目标获得，根本不是锁定。目标获得这再锁，锁定之后，这两者有什么差别？你目标获得只是看到发现，对，那你锁定的时候就已经把它锁住了。这个锁定就不一样了，这个锁定的这个信号之后交给你的对空对空的飞弹，你所挂的。但是我们一锁定，按理说对方会立刻会警报响起吗？会吗？那这个是光电，所以不一样。你要锁定要靠雷达。张延廷强调，导弹是半主动雷达引导，要锁定目标才可以把信号传给导弹进行攻击。而狙击手吊舱这种光电设备只能做到发现目标，并不具备接收雷达回波进行目标锁定的能力。张延廷的迅速打脸，也不禁让人想到他2周前对俞北辰遭大陆惩戒的一番感叹。那我曾经在很久以前，我有曾经跟他讲，你应该去读一个硕士。读个硕士，经过这个完整的学术训练，可能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对一件事情的描述、对一件现象的解释就会不一样，会比较客观一点。我们在台湾强调言论自由，但是哪怕是言论自由，要尽量科学、尽量客观、尽量严谨、尽量查证，这样的话你才不会把方向带错。你一方向带错之后，下面几千几万个人在听。结果你把观念交错了，那是我们讲到了误人子弟。深圳卫视查阅公开报道发现，民进党当局2018年从美方采购了18部狙击手先进瞄准吊舱，计划安装在台空军的中期寿命改进型 F-16战机及 F-16AB 型升级后的 F-16V 战机。生产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表示，狙击手可以远程探测、识别、自动跟踪和激光指示小型战术目标。据称，这款吊舱的主要功能是进行红外侦察和瞄准，但并非专门用于空战。事实上，狙击手吊舱属于一种前视红外系统吊舱，其主要作用是识别地面目标，并为激光制导炸弹等精确制导武器提供引导，以对地面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台军之所以公布这个情况，我觉得目的的话呢，只有2点。第一个显示台军目前的它的备战状况和作战能力。第二个的话呢，它实际由于这个吊舱是美国生产的，所以的话呢，台军变相的通过这样一个画面，要增大对美国军事装备采购的这种需求。长期关注解放军发展的台海军退役军官吕礼师，更是在岛内政论节目中披露，台空军利用狙击手吊舱拍摄的解放军歼16战机，大概率是歼16D 电子战机。真正应该在事件中警觉的，反而是台军。自由时报叫做轻轻松松跟歼成功，然后他讲说轰6以及歼16共击浑然未觉，这个就是标标准准的军盲写法。为什么？因为红外线的这一个我们称之为叫做追踪系统，它本来就是被动接收你对方战机所溢出的红外线，本来对方就不会知道。那同样的，我只想请问一件事情：我们的 F-16接近这一架电战机的时候，我们泄露了什么样的电磁参数的资料？有想到过吗？赵宗九认为，此次解放军东部战区实施联合利剑2024A 演习，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演练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当中就包括制电磁权，这也是歼16D 一类的电子战机的专长。所以歼16D 的出现不仅不意外，而且非常贴合实战需求。我觉得这次歼16D呢，实际使用的是钓鱼法。这样，如果我们在
这个过程当中搜集到这个美国这个电子吊舱的很多信息以后，这为以后台海作战准备的话呢，就提供了很多参数。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在未来进行作战过程当中呢，那么既然是由地所采集到的信息，一定会给予良好的保障和良好的支持。在5月30号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有记者提问台军发布 F-16战机锁定解放军歼16的画面，发言人吴谦这样回应：在我看来呢，这个有的台媒啊，总是乐于发布一些这种自嗨式的消息啊，这些发布的消息呢，源于是对自身实力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吴谦表示，东部战区举行联合演习，打击了台独嚣张气焰，震慑了外部势力干涉介入，实现了预期目的。台独分裂势力挑衅一次，我们的反制就会推进一步，直至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台独等于战争，分裂没有和平。